欢迎您继续回来。现在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最想结束的一场战争，绝对就是俄乌战争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三方的代表在周末前呢，齐聚阿布达比展开正式的和平谈判。可就在这个会议登场前夕啊，莫斯科方面却对外放话，这句话是不割地，战争不会停。那意思很清楚了，顿巴斯俄罗斯是要定了。那这句话呢，也等于就是判了这个谈判几乎是没有结果，又是无疾而终吗？当然也点出了现在俄乌战争的现况呢，不是靠着一张谈判桌就能够解决得了争议。而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呢，揭露这次阿布达比的谈判背后流传着一套所谓的安克拉治公式啊，就是前线冻结冲突，暂停大规模的推进，但是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内茨克仍然控制了20%的领土，大概是5000平方公里。而俄方呢提议动用目前在美国被冻结的50亿美元俄罗斯的资产，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作为俄罗斯目前占领区的灾后重建。好，就在这三方谈判的前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网又发动了4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基辅有很多地方都大规模的断电。那这场谈判呢，外界也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谈和平，而是边打边谈，逼乌克兰你就是要给我在谈判桌上签字。现在真的是非常难谈啊！这个俄罗斯也摆明了很清楚啊，黄老师，就是我要的，我打下来的，我绝对不可能还给你。顿巴斯你就让出来吧。好，那刚刚提到这一套冻结前线、要求割地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有机会在这次的谈判谈出个什么让人期待的结果吗？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其实你看它的背后，我常常开玩笑，好像是2打1，而且这是美俄在打乌克兰，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啊，也不简单，也蛮厉害的。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最后下场会怎么样，但至少你可以看他从战争初期到中期，拜登的支持，然后一路到现在，川普对他的背刺，其实泽伦斯基。当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但是我看他至少目前摆出来的态势，还是继续的抗拒，即便1对2，对，尤其是对美俄，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同时1对2的。那泽伦斯基他现在的立场，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内部当然有一定的诉求，因为据说乌克兰内部对于割地这个诉求。大部分还是不支持的，但是乌克兰人民不支持，政治的现状可能并不是对乌克兰那么的友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8月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安哥拉治方案或者是方程式等等啊，其实里面对乌克兰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不只是割地，也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卢甘斯内、顿涅茨克等等全部地方全部要割出来，还有呢冻结前线。也就是战争打到哪里，我们线就画到哪里。那表示不只是顿巴斯这些整大块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俄罗斯几乎就是直接占了地，就是他的了。以后怎么拿得回来？对，还有一些在去年讲了，其实非常的惊世骇俗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跟俄罗斯讲好了，那乌克兰以后看看能不能考虑它就是变成中立，而且呢，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那这个其实加入北约就是这个战争当初对不对？几乎就是它发生的原因。那乌克兰忙了这么多年，结果回到了一个原点，等于是这个对乌克兰讲，花这么多的人命、财力，然后这么多年的这个痛苦，结果换来是这样，其实很不值得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和平的解放？其实这真的是看法两极。为什么有人说它和平解放？因为你只要谈了这个东西出来，甚至如果真的是就现状把这个暂定的这个领土划界画一画，那当然就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长期的消耗战，大家暂时可以回到比较和平的生活。而且呢，经济的这个能量重建的能量才能进去嘛。你打仗的时候，经济重建能量怎么会来？但是它为什么可能是拖延？有人说是泽伦斯基在拖延，我刚刚讲过了，他要对内部交代，内部对他还是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拖延，就是说乌克兰它的主权的底线
当然就是这所有的土地。所以如果你现在放手的话，绝对拿不回来了。对，所以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有他的解放。这真的很难谈，所以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不也提到了嘛？他说，其实他在中间斡旋呢，当有一方就是俄方这边好不容易跟俄方谈定了，乌克兰这边不答应，乌克兰这边谈定了以后呢，俄罗斯这边又不谈，又不答应，真的不是他当初所想象的24小时之内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啊。不过现在川普又出招啊，他说他要向全球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他要重写国际秩序啊，那他宣布呢正式成立和平理事会，而且呢宣称这个机制呢将会负责监督加萨重建，甚至暗示未来这个和平理事会可能会取代联合国的部分功能。所以也有分析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联合国在分庭抗礼啊？来说到联合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们连 logo 都出来了，和平理事会 The Board of Peace 呢。跟联合国的这个会徽啊，还真的蛮像的哈，都是有这个橄榄枝在两旁。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美国设计这个和平委员会啊，这个理事会呢，还有一个盾牌要保护全球，那不是跟联合国是差不多的吗？那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来，然后呢，白宫方面现在也提出了和平理事会8名执行委员的名单，川普呢，当然就是主席。然后呢，还有这位罗旺啊，他是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执行长。另外，川普的女婿 Kushner 也在这个执行委员里面啊。还有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另外就是彭安杰，这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还有这位保加利亚的政治家啊，叫做穆拉迪诺夫。另外就是川普的中东特使 Witkoff， 还有美国国务卿 Mark Rubio 啊。这份名单有公信力吗？请问你 Ross？公信力我不晓得，但是至少还是会运作。短期之内，在将来3年，川普的这个任期之内，这个组织还是会在了。川普不会明天放弃，所以不能继续推动。不能说完全没有什么功能，至少还是会做这个加沙的重建。那会不会处理其他全球各地的战争、内战等等，真的是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在过去几年联合国秘书长处理这些战争、内战等等，不管是5·2、非洲、中东，在我们印太地区、缅甸等等，完全无能，完全无能。这个秘书长真的没有什么效果，虽然他即将要下台了，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但是联合国很早就让很多人很失望，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不管是解决难民、战争等等相关议题，但是尤其是在最近几年这些战争上，真的没有发挥。我说联合国没有发挥什么实质的能力，所以以后这个 Board of Peace 会不会在这些战争上有实质的解决的这个角色？不排除。你觉得会有实质的效果吗？会有这样的效力吗？联合国至少是一个平台。比如说国家 A 跟国家 B 有战争的话，那至少这个 Board of Peace 或许是一个平台，可以扮演这个调停人的角色。但是问题来了，川普很喜欢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那他怎么会让别人来？就是要做王，不是吗？所以你看，这个 Board of Peace 至少几个人是他的人马 ，Kushner、Witkoff、Rubio。所以即使这个 Board of Peace 在这些战争和平谈判有角色的话，当然不会超越川普本人的角色就对了。我还可以加一个，世界银行的总裁是美国，他要 OK 才能上任，也是美国点头答应才行的嘛。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川普打算要成立的这个和平理事会，现在加入的成员大概中亚的比亚美尼亚、这个亚塞拜然哈，还有像是东欧的保加利亚哈、埃及、匈牙利、印尼、约旦 ，G7 都不在里面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G7 这些国家，本来是非常非常支持多边主义，还有这些国际组织，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COP 气候协定的机制等等，
本来就非常非常支持多边的主义。那他们都看这个 Border Peace 都是认为，虽然已经有10几个国家加入，但是还是美国主导，可以说99%都是美国做决定。对，好，美国主导，可是美国最后又决定退群，这是美国一向的一个习惯。你说。像最新的就是他正式退出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然后还欠了一大笔的钱没有缴，说不缴就不缴了，那说跟我没关哈。那但是呢，在川普强调说他因为要透过这个和平理事会重建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哈，他走不同的路线。最近在联合国他就成立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已经有40多个国家参与，那同时间呢也加强跟古巴、像拉美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方更是直接喊话说，大家要捍卫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单边的命令其他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现在面对川普这个不断的出招，想怎样又怎样的风格啊，因为确实这是川普，他就是川普，他就是觉得不然你要怎么样啊？那中方。不是以静制动，而是以动制动的这个大战略，倩姐怎么看？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川普他的和平委员会呢，是把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一个机制呢在扩大。因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那董事会里面绝大多数是他钦点的人。对，所以是借着一个机制扩大了川普个人的单边主义的作为。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做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你们如果关心 UN 的话 ，UN 当然最近很多年一直有人要去改革或者是改造它，因为它的决策的机制太缓慢，碰到了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缓不济急，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缓不济急啊。但是全球治理还是一种梦想，就是人类要把全球的问题放在一个 global governance 的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仔细把这两个对比的话，一个是和平委员会，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机制扩大；另外一个是在既有的多边主义最大的平台联合国里面呢，创造一些对于这个多边主义更有承诺的组织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组合，就是现在的全球治理。那为什么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呢？因为当然是原来旧的组织里面包含了绝对的强权，想要退群就退群的。那现在其他的人还要不要留在一个全球的多边主义的结构里面，试图去维系最初的这些想法？譬如说 WTO， 美国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美国就我不管你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么其他的国家可不可以在 WTO 减一的架构之下继续施行 WTO 的理想？对，减一就是减美国，只要跟美国有相关的，你得符应美国的游戏规则，你得跟着它的规则走。但是你跟美国没有关系的贸易，你是不是还可以在原先的 WTO 的架构里面走？就是假定说何荣耀来霸凌我，那我跟他做的生意，我就要听何荣的。我不会霸凌你。但是我要跟黄回博做的生意，跟 Ross 做的生意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多边主义走。所以 两套系统。对 WTO 减一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联合国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就是美国去做他自己的董事会。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要一个的去对抗美国对于他的单边要求，刚才 Ross 也说了，川普最喜欢的就是单边的，就双边的谈判，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双边谈判之下可以赢美国的。对，所以呢，那一个跟他谈呢，都谈不好。大家如果很快要爆群呢，就会被他集体打击。所以留在一个既有的体系里面，在联合国里面成立一些对于全球治理更有承诺的一些组织，对于人类共同未来更关系的事情呢，在这里来处理的话，也是一个 UN 减一，就是美国可以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我们其他的国家呢，还可以在联合国这个结构里面包含了最近刚刚有的是。BBNJ 就是在全球的公海上面怎么样去处理公海的资源，是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那这个 BBNJ 呢，就是全球的公海的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要由联合国来管理。对，你不能自己去探勘啊，或者是去追捕鱼群啊。像这种概念呢，联合国其实还是在试图运作的。所以只要有更多的国家愿意留在联合国的这些可以运作的东西，那至少有一些题目还可以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虽然我们知道。国际法里面对于战争的一切规则，川普现在已经一脚推开了。对，所以不只是 UN 减一啊，这个一当然是美国啊，会不会是 World 就是世界减一才会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因为说要重建整个新的世界秩序，
还是说其实是美化了权力的无限扩张？自由公平，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六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日本。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日本要举行国会改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有一颗在日本要国内倒数的金融炸弹，也就是日本的国债问题啊。过去被视为是全球最安全的日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面。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30年期的日债殖利率正式进入4%的年代。那抛售潮呢，不只是来自于外资啊，就连日本本地的金融机构都在撤资。避险基金也开始放空日元，压住日本是撑不住的。那其实不只是日本，在先前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记得吗？以前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就是因为当时他一上任之后，大规模的举债导致市场失控，短短45天，首相的位置还没坐热，他就被赶下台，自请辞职。那现在呢，日本会不会朝向一样的路？啊，大家都在关注啊，倩姐，这个是金融的专业，跟大家请教您啊。现在日债殖利率狂飙，啊，政府呢就是不断的举债，借钱成本暴增，企业的融资压力也不断的上升啊，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系统化的风险。这是大家在看日本，特别是它的债的这个部分啊，会不会重演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国的特拉斯，会一样吗？你这个对比，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Takeshi他一上来，他的第一个预算也是赤字预算，要大量举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告诉他说，日本的国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么多年，大概将近30年，日本是最低廉的资金来源。大部分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人就会去借便宜的日元去做其他跟美元相关的衍生性商品的操作。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美国以外的欧洲美元呢，他们称为欧洲美元，就是美国以外的美元，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于便宜的日元。所以 Euro Dollar 跟日元的海外日元是联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这个礼拜你看市场的话，就是美债跟日元的日债呢，都发生了极端明显的联动，也就是美国的国内跟美国的国外的这些美元的环流呢，同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当然，对于日本来讲，它是非常严重的。日本这么多年来是靠着自己国内的人去买日本债，好，譬如说它的央行、保险公司，就是劳退的那种退休基金和很多的这些避险基金，都是国内最大多数。所以如果发生了问题，不是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外溢效应，可是国内会先倒。国外的外溢效应是因为经过了借了日元去操作的金融商品，就是说欧洲美元。因此，如果我们看冰山一角的话，因为美债太大了。日本的日债可以是美元美债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日本会发生问题，事实上是在美元的这个大环流里面发生了问题。那我认为高市长呢，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去寻求所谓的新民意授权的话，大家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一上市的这个赤字预算。就是说，都是你高市，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搞清楚，可是他重新解散国会。全部重选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新民意的授权。那这个新民意的授权可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但是救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算取得了多数的国会，他取得了执政完全执政的权利，也解决不了日债问题。解决不了日债问题。我常常讲哦，政治人物会有一种幻想说，哦，他可以用政治正确来做很多的运作，可是经济是有理性的。刚才我们讲的美元、日元跟欧洲美元的这个大环流的关系，是30年来的结构。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很大的叫基差交易，就是借日元去做别的地方的这些交易呢，你不可能很短的时间你就把它全部拆开来，就是那些合约不会很快就解掉，所以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长期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玩杠杆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没办法解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在这一点啊。就我们假设他赢了，他再多了20-30%，那么他在得到新民意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告诉日本人说：“你相信我，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形，我们大家要咬紧牙关，要庄敬自强，要处变不惊，要度过这个难关。”他可以有一种政治的说辞来维系他跟他相关政党的政治生命，但是经济弄不完。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怎么办？台湾那么赖政府那么爱日本啊，那如果真的要实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政府可以提供2500亿的信贷转让给日本就好了，已经给美国，那为什么不给日本呢？这样可以解决日本的燃眉之急吗？你觉得？2000万对日本算是不小了，可以。OK， 好，那我们提到说日债哈，就是现在当然是外界非常的关心，尤其金融圈最近都在看这个日债的警讯啊。高市早苗确实是不是真的想要赌一把呢？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其实在政治上面，他真的是要豪赌一下啊，因为要进行一场这个豪赌的政治赌局。在23号他宣布解散众议院，在2月8号就要投开票，这也创下了日本在战后最短16天的选战记录。但这次呢，解散众议院有几个不寻常的点。比如说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16天，其实是非常短的啊！马上这个大家都要决定投给谁。就连自民党重量级的人物麻生太郎，都向外界表示，他事前不知道高市要决定这么做。政策的辩论几乎也来不及展开，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它的选区是比较小选区，有些不见得是高市他就能够去拉抬这些地区的议员他们的这个得票数，所以媒体也分析说。高市想要做的是把他现在个人的高支持度转化成为自民党的高选票得票数，甚至目标就是一口气要增加30席的议员席次啊。好，问题来了，洪老师，这个高市这么高的名气、民意支持度，能够转换成这个高选票吗？从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确实看到高市他的高支持度。把自民党拉抬了一下，但这个拉抬它是会一个长期的动能，还是只是昙花一现？说实在，因为高市她是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其实大家也在看日本人到底能不能接受一个女生当首相。因为一开始说实在，有些心里不服的男性可能选择不讲话，但是只要这边出问题，那边出了一个麻烦。一而再再而三，可能高市受到的挑战，甚至是从自民党内部的挑战，很快会浮现。因为日本真的多多少少，特别是在比较上一代啊，还是有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异的态度。好，那我要讲就是说，高市我觉得他确实可以用他现在的高人气去拉抬一些自民党在短短16天就要准备选举的这一个国会的席次啊，尤其是他的这个。相对来讲啦，对某些人是打破自民党都是这种老年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党啊。还有呢，高市他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些对外，还有这些强势的经济政策，他说他是继承安倍，对，所以让一些本来自民党的一些保守支持者觉得说，我自民党现在怎么变那么软？突然觉得我现在这个首相蛮强硬的，我喜欢，所以这些保守者慢慢又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短期确实而且16天啊，他会让他的这个在野党来不及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席次的增加那个是有可能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对，但是还是有些限制啦，因为就算这一次选赢，但是自民党他长期这种黑金的丑闻，还是没有离开，所以自民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日本内部的讨论，常常会讨论到从安倍一路过来这个黑金的问题，再来就是。高市他的经济学能不能够像刚才雷倩姐讲的，日本的这个殖利率啊、国债啊，还有日元的波动，还有万一下半年开始日本的物价开始往上涨，不一定是他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原因或者什么的，那高市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对，最后当然就是说，他这样强硬的政策对韩国、对中国大陆怎么办？那您听到对中国大陆特别啊，现在中日的僵局还没有打开，还是一直僵在那个地方，也看到高市的态度。因为反正现在要大选在即啊，你不可能让它软下来，所以这不只是关系到国内政治，接下来大家也在看的是，万一就是高市真的成功的
执掌的国会，他取得了多数，而且是绝对的执政啊，完全执政。那接下来当然就会牵动到整个东亚的局势。学界普遍是认为，如果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胜选，中日关系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回温啊。所以也就是中日关系，如果等到高市赢得了国会大选 ，Russ， 你觉得当他全面执政之后，只会坏不会好了？你同意吗？同意不会好，短期之内当然是不会。那美国会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吗？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伊朗那个情况，那当然，川普不希望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会太好了。那当然，川普希望日本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尤其是购买美国武器啊。那另外，川普也是希望日本可以实现去年达成的。日美的贸易协议，尤其是投资美国的部分。同时，我认为川普也不希望这个问题变得那么大，就是他要介入。就像他去年11月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4号早上先跟跟习近平通电话，下午就跟高市通电话。所以这个也很明显是川普，当然是不希望日本靠中国了，但是同时。不希望这个问题是他要天天要在处理，或者天天有接受情报单位见报的时候，有报告给总统说，日本中国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他不想听。你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啊，中日的关系不好，越来越糟，其实得利的是美国，当然是美国了，当然了，因为光是在稀土这件事情上面，日本没有办法向中国取得稀土的话，那其实他可能就得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了，对吧？我刚刚说的，对川普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日本实现这个投资的